我国人口出生率连续3年跌破1%。2022年，全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为956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仅为6%，这是从1950年以来，我国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。老龄化现象严重，新生儿数量减少，可以说这就是我国正在面临的严峻局面。数据显示，截止到2023年的8月，我国总共有7000多万的女性没有后代，而如何破解这一死局，也成为当代社会最为棘手的问题。这里是知识天梯，要想探究这一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，可以从上世纪开始算起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，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，我国独生子女群体开始迅速扩大，之前一家有7、8个孩子的现象急剧减少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当初生娃主力军的70后、80后已经到了中老年，退出了生育旺盛期。90后、00后开始登上时代的舞台，成为生育的主力军。明明处于生育最佳年龄的他们，为什么纷纷选择不婚不育呢？首先就是经济方面的影响。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当自然界中的竞争压力过大，不利于繁殖后代的时候，鸟类们通常会选择不下蛋。这种现象放在人类社会上也同样适用。在之前的时代，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在高负荷运载的社会中，每个年轻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，更不用说再去思考下一代的事情。除了大环境中的压力问题，养孩子的成本问题也成为当代年轻人恐婚恐育的原因之一。假如你要是去问身边结婚了但还没有生孩子的小夫妻，什么时候生孩子呀？大多数的回答都是要啥孩子呀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了。如果再生个孩子的话，这就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。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的数据来看，全国家庭0到17岁的孩子养育成本大概在48.5万。说孩子是个吞金兽，那可真是名副其实。除了这2个外界因素之外，还有一个文化的因素。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，她们对于自己未来的选择也变得更加多样，不再只是将目光局限在传统的生儿育女上，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追求个人价值以及未来职业的发展上。这样的文化因素也使得女性开始慎重思考，是否要生下后代，而不是将生育视为必然的义务。这种想法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不生孩子是女性的错吗？随着社会因素以及女性生育观念的转变，中国人口结构开始改变，老年人数量增加，新生人口数量下降。除去中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青年之外，就只剩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群体。老年人口多，必然会扯到大家最关心的2个问题，一个是养老，另一个是退休。先说养老，一个坏消息是，随着老年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体系可能会无法维持。这句话并不是危言耸听。我国的城镇养老保险覆盖了 4.02 亿的人口，再加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，覆盖人数更是达到了 9.15 亿人。而我国总共的人口数量只有14亿，除去新生儿和青少年 2.5 亿的数量，能够担负得起养老重任的人群只有 2.35 亿，相当于每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要养上一辈的4个老人，才能够平衡国家的养老负担。关于这是否会延迟退休这个问题，我认为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，延迟退休会成为大概率事件，但至于会延迟几年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在年轻人和中年人这2个群体中，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房价和工作。首先，在房价这一块，近几年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接连爆冷，房价也从原先魔幻的价格逐渐趋向正常化。是否买房，是否承受房贷车贷的压力，也是当下年轻人在不断权衡的一个问题。在工作这一块，从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上来看，我国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升级，从原先没有技术含量的轻工业向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。因此在未来，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主流。
能否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，能否跟上时代的脚步，这种焦虑不仅是年轻人的，同时也属于中年人这一群体。因此，从人口结构带来的影响来看，无法片面地判断究竟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，只能说在时代的发展中，自身能跟上主流，做到不掉队，那就是一件好事儿。究竟该如何缓解这种现象呢？这时候，女性不生育这个话题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模式，有人说都怪女人不生了，之前的女人谁不都是生4、5个孩子，村里有8、9个孩子的家庭大有人在，谁像现在的女人一样1个孩子都不生？这样的人数量还挺多，将不生孩子的锅全部推给女性，这样的想法和商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就是妲己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就像咱们前面说的，造成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的原因是多样的，背后的经济文化层面的因素才是制约我国生育率的主要原因。就像有些网友说的那样，生育率低是因为劳苦大众的生存空间变小，有人的生活吃喝不愁，一年的收入有成百上千万，还有的人忙碌1年之后只能混个温饱，连钱也存不上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老百姓的生存空间也被资本家们挤压得越来越小，车贷、房贷，各个地方都用着钱，但问题是这钱来得难呀，仅仅是为了生计就耗费全部的力气，更别说抽出时间金钱再去哺育下一代了。家长花费了几十万将孩子辛苦拉扯大，孩子过5关斩6将的考学，然后找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，合计着几十万全给资本家做投资了，付出与回报完全不成正比。这样的现实让谁看了都难以再有生儿育女的想法。因此，无儿无女的社会现状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，并不能将矛盾的焦点全部转移到女性的身上。生儿育女是女性的能力，并不是女性的义务。她们有权利选择生或不生，他人无权干涉，更不能将生育自由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联系起来。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是一种道德绑架，将自己的人生过好，至于子女们生不生孩子，那是他们的人生，就随他们去吧。知识TNT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